大秦覆灭之后，我曾回过一次洛阳。羿石山上的大始天宫被焚烧后的遗址荒凉破败，天宫湿水池早已干涸，那棵火红的枫叶树也枯死了。秦灭那日，申柳公自焚于天宫台，遍地焦土。古人是有气节的，如柳公生于秦国，死于大秦，他活了90多岁，也算是高寿了。我离开天宫时带走了那卷医妖册，一开始收妖并不顺利，那些法力强大的妖恨不能将我生吞活剥了。但我师父是慕容昭，岂能给他丢脸？我想着回洛阳看看大始天宫有没有遗留的法器物件，结果柳公是真狠，什么都没给我留，一把火全烧了。后来我去了鬼城丰都，我前后踏足丰都10次，前几次连门都没进去。丰都大帝太厉害，我也怕魂飞烟灭。最后一次，我怀揣着诚意成功入了冥府，在秦广王的天子殿见到了崔府君。崔判官长得凶神恶煞，实则是个谦和之人。我拍了他好多马屁，他才同意带着我窥了一趟6道轮回，翻了一番轮转部。最后我提出要去18层地狱溜达一圈，他叹息道：“你这小妖，怎地听不懂本判的话？形神俱散就是魂魄陨灭，再无存在天地之间的可能，本判还能骗你不成？道理我都懂的，只是不走这一遭，如何能死心？”冥府的边边角角都找了一遍，终于让我明白，柳公没有骗我，慕容昭彻彻底底的消失了。心情沮丧时，总觉得白来了一趟丰都，有点不甘。秦广王殿有座孽镜台，我临走时对那孽镜台说：“无聊吗？跟我去人间走一遭。”这货架不住诱惑，二话不说生了2条腿出来，偷偷摸摸的跟我走了。只是怪对不住崔府君的，人家以客待我，我拐走了他们的家具。我运气挺好，拐走了镜台1000年，丰都无人来寻，想来他也不甚重要。可是小甜甜不这么认为，她心里总是对我有意见。到了科技飞速发展的今日，冥府也实现了系统化管理。人死之后，鬼魂会自动吸入往生盘，往生盘有善3道、恶3道，善魂入善道，恶鬼入恶道。18层地狱是一直存在的，作恶的鬼魂永无出路。从前的投胎流程早就化繁为简，自动化操控了。丰都大帝活了太久，十分厌倦，早早的则的沉睡了。十殿阎王有的跟着消失了，有的直接入了转生道，永远的体验人生去了。冥府仅剩的几个鬼吏与时俱进的穿着西装革履，看着像卖保险的业务员。我带着小甜甜回了一次丰都，她十分绝望。孽镜台前无好人已经是古老的传说了。小甜甜怨我，她觉得要不是我，秦广王会带她一起消失的。我诚实的提醒她，你只是一面石镜，他们才不会带你玩。如果不是我，你如今还不是要在冥府吃灰？她不肯面对现实，每每说到此处，总是关机黑屏。其实小甜甜真的帮了我很多忙，比如此时此刻，我通过她看完了凡人女孩的一生，心里无限唏嘘。我打电话给大头，喊他过来喝酒。不多时，大头就拎着酒加几样小菜过来了。我们在店门口支了张桌子，搬了2个小马扎。天已经黑了，街上灯光闪耀，车如流水，川流不息。店门口的霓虹灯也亮了起来，五光十色，衬托的这家殡葬店像个妙妙屋。大头喝了2杯，姿态肆意地往后仰：“姑奶奶，跟你喝酒怪没意思的，喝到最后铁定是我最趴下。”此言倒是一点也不假，我跟他碰了个杯，反正我是喝不醉了，看你醉了耍酒疯，心情能好一点。大头嘴角抽搐了下，凑近了我：“真死了。”“尸骨无存。”晚风拂面，凉飕飕，吹得人头脑清醒，心里发凉。大头道：“我不明白，那头枭为什么要吃了他？因为他动了心，爱上了他。可是韩志那样的人，对他动心的女人多的是，别人都能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他会被吃？”我眸光沉了下来，因为他也动心了。曹两情相悦，所以就把人给吃了。大头还是不解，愤愤道：“果然是畜生，跟个螳螂似的，真 TM 狠。”我叹息一声，目光沉沉地看向大街，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。我给大头讲了一个故事，在我还是连江时，生活在印度花城。司宫所有间藏书阁，我幼时经常和师兄在里面看书。当时有一本殷朝的统册帛书，记载了这样一只妖枭，长舌怪也，人面兽身，栖于深山之中，莫能逢之。夏朝初年，大禹划天下为9州，实行德政，9州州牧贡献青铜，铸造九鼎，九鼎上镌刻了9州名山大川奇异之物，置于夏王朝都城。若说这9鼎跟那头山魈有什么关系，大意便与建国后不许成精这句话相吻合。9州各地将各种奇异之物的图像铸在鼎上，天子祭祀天地时行的是9鼎大礼。是以春秋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话：西夏之方有德也，远方图物，共金9木，铸鼎相物，百物而为之备，使民之神间，故民入川泽山林，不逢不若，魑魅魍魉莫能逢之，又能协于上下，以成天修。其实说白了，山魈就是一种奇异的动物，因力大无穷，相貌丑恶，被当地人称为精怪。因此在贡献9鼎时，某州将魈的画像铸了上去。9鼎作为华夏至尊神器，是君王权力的象征，也是治天地和谐、福佑万物之宝。
住在顶上那些奇奇怪怪的妖，百姓进入川泽山林是永远不会撞上的。魑魅魍魉莫能逢之，妖与人泾渭分明，因九鼎的存在，根本不会相遇。天地能容万物，也算是大地之母的仁爱，给妖留下栖身之所。然而夏桀昏乱，九鼎迁至商朝，前后600年，商纣暴虐，纷争又起，民怨滔天，武王伐纣，有姜子牙相助。纣王自然也不是吃素的，效仿蚩尤当年与黄帝的逐鹿之战，欲召集魑魅魍魉鬼怪大军。他也当真这么做了，以一帮逆天行事的妖人做法，开启九鼎，唤出住在顶上的无数妖怪，山魈便是其中一种。这便是我之前所说商纣的真实历史。牧野之战，更准确的说是神魔乱舞，人妖厮杀，生灵涂炭的惨痛代价，连神仙都不忍回顾。自此，九鼎失了神力，后又迁到周朝，已不能再平衡妖与人的界限。这也是湿水河与印都诞生的原因。说起来，那只山魈也怪可怜的，被迫参与了一场群妖厮杀，好不容易活了下来。本以为可以回归山林，谁知直接被封印进了湿水河，受寒冰炼狱之苦。后来印都那场浩劫，一妖逃窜出湿水河，他是第一个狂奔出印都的。清朝初期，我在赣州舞阳市见过他的。逃出印都时，我称他为他，因为当时他还是一只普通的山中精怪，向往自由，无害人之心，心心念念地想回到山林深处。他说那是他毕生所愿，便是九鼎能再次开启，从此妖与人泾渭分明，再也不要往来。可惜九鼎历经了殷、商、周3朝，于公元前327年沉没在彭城泗水河下。后来秦始皇南巡，派几千人在泗水打捞，但江水滔滔，已无从觅处。后世帝王也曾重铸九鼎，但都已不是当时之物。那是一只固执的山魈，他只愿相信九鼎，不信印都的医妖策。他说他怕了，被湿水河的炼狱之苦折磨了1000年，再也不愿相信印都的任何人。在赣州舞阳时，我已经说服不了他了，因为他当时已经不是他了，他有人的思想与执念。我与他产生过共鸣，大抵是因为我被五浊河童吃了，成功的夺了他的躯体，而他也吃过一个人，消化了那人的鬼魂，合二为一。清初，赣州舞阳郡城隍庙口有个瘸腿的小乞丐，他死的那日恰逢庙会，人潮拥挤，很是热闹。原想着趁着人多能乞讨点铜板，结果路边突然来了官兵，驱赶时下手重了，将他打死了。于是我附了他的身。后来才知那日官兵前来清场，只因赣州协领陈大人家的小姐突发奇想要来逛庙会。陈家小姐金枝玉叶，性格刁钻，最不喜乞丐贱民之流。我附身之后发觉不太好，小乞丐是个瘸子，跑不快，而且身上有疮，特别痒，费劲巴拉的拖着半条残腿躺在路边。我刚歇了会儿，发现远处乌压压的又来了一大批官兵，原来是舞阳郡的安世子听说陈家小姐要来庙会，又来清了一遍场子。安世子扬言要将乞丐贱民驱赶到10里之外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陈家小姐陈如月是个疯批，安郡王世子安重松是他的舔狗。我刚刚附身，差点又被这对狗男女的人乱棍打死，背了个催的。不过好在后来官兵打我之时，有辆马车停在了一旁，车内一位年轻的小姐救了我。那小姐叫温清，是舞阳茶商温老爷家的女儿。温清年方16，体弱，自幼有不足之症。她来逛了一趟城隍庙，将我带回了温家。等身上的疮疡好了，我就留在了他们温家，在后院帮忙喂马、刷马厩，包吃包住，每个月还给20文钱。我与她只见过一面，对于她的情况掌握的却很多。她是定了亲的，许的是安郡王世子安重松。没错，就是那个陈家小姐的舔狗。这安世子长得不错，身强体健，容貌也好，可惜就是眼瞎，放着好好的未婚妻不爱，偏就喜欢陈如月那个变态。温清与他的婚事早就是人尽皆知的笑话了，因为安世子曾经无数次嚷嚷温家那个半死不活的病殃殃，还想嫁给本世子，做梦去吧。温清本就体弱，风言风语传到耳朵里，捂着帕子咳出了血，自此一病不起。温家老爷这才下定决心，哪怕得罪郡王府，也要解除婚约。安郡王妃自然是很喜欢知书达理的温清的，一直认定了她是自家儿媳，被儿子气得胸口疼，直骂逆子。温家坚持解除婚约，直言女儿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，安郡王妃也没了办法，但她是万不会允许陈如月嫁到他们家的。细说起来，他们两家是不对付的，一个是赣州协领，一个是舞阳郡王，各种拥兵，面和心不和，算是政敌了。况且那陈如月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。话说有一年，舞阳城来了个表演杂耍的老汉，老汉带了一只大狗，浑身黑毛，体态巨大，不仅会表演杂技，还会讲几句人话。鹦鹉学舌是常见，没听说狗也会说话的，在舞阳引起轰动。衙门捕快还为此专门去看了那条狗，证实了确实是一条大狗，并非人装扮的。老汉赚了个盆满钵盈，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栽在陈如月手里。人人都信那是狗，偏他不信，带着家中若干武士，骑马来到老汉面前，扬手给了那狗一鞭子，然后他命人当街给那狗开膛破肚了。会说人话的狗呜咽求饶，声音凄惨，
死在了他手里。白花花的肠子掏出来，仵作哆哆嗦嗦的一看，证实是人。围观群众吐了。陈如月冷笑一声，抽出鞭子活活打死了那老汉。他睥睨地勾起嘴角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知道狗是人，还是毫不犹豫地开膛破肚了。人命在他眼中如草芥，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。当然他也算为民除害了，只是手段残忍了些。那老汉不是什么好人，背后有团伙，干些采生折割的勾当。这些人或拐或买一些小孩子，将他们全身涂满特制的药水，等到皮肉溃烂，将一撮撮的狗毛种植上去。小孩若是侥幸没死，就一直驯化，四肢着地，学狗爬，直到长成一只大狗。陈如月这般的狠辣手段，人人唏嘘后怕，唯有安世子听闻此事，拍着桌子赞许：如月真是冰雪聪明，不愧是本世子喜欢的女子。喜欢也没用，安郡王妃早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，只要我活着，你就别想娶那陈如月，我不可能让她入门的。其实他多心了，城内谁人不知，陈如月压根不搭理安世子，也就是他一厢情愿地围着他转。陈如月多清高啊，父亲是武官，三品大员。安世子门第虽高，与他家是政敌，他从鼻子里呲了一声安重松，还想本小姐嫁到他们家，他也就配给我提个鞋。这番言语差点气疯了安郡王妃，偏他那没出息的儿子毫不在意，逢人便说如月要是愿意，我给他提一辈子的鞋。嚯，把他娘气晕了。陈如月曾对他父亲说过，我这辈子要么入宫做皇妃，要么嫁给许廷怀，就这两条路。在他说出这句话不久，温清就嫁给了许廷怀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温家与安郡王府的婚事解除后，温清卧床不起。温老爷找了方士来看，方士说温小姐命格不好，若不赶快嫁人冲喜，怕是不成了。按照五行四方，中央戊己土，西方庚辛金，东方甲乙木，南方丙丁火，北方人癸水，温小姐在北，夫婿应属鬼，最好是文曲星下凡，定能让温小姐无虞。呵，反正我觉得他们在演戏，直接点名要嫁许廷怀得了。许家世代清流，祖上出过多名文臣，许老先生这一脉定居赣州，开了有名的春江学塾，学子甲天下。他有个孙子，名叫许廷怀，年方19，样貌端正，谦和有礼。许廷怀很有才，去年秋为中了赣州解元。19岁的解元实在少见，人人都传他是文曲星下凡，只待明年京师会试，觐见天子，光耀门楣了。不想出人头地的清流，不是好清流。许家也有在京中做官的堂亲，但官职不高，况且京城那么大，一片树叶子砸下来都是皇亲国戚，混得也就不那么好了。家族的荣光是寄托在许廷怀身上的，登科翰林，官运亨通，只是迟早的事。陈如月倒是有眼光，许廷怀生得极好，面如冠玉，眉眼细长，性情又温和。赣州想要嫁给他的女子能排出州去，料想他那个德行，许家是不愿娶他的。他们连温清也不乐意娶，一来是温清身子不好，怕他不好生养。二来，温清与安世子的婚事闹得人尽皆知，不太好看。但要知道，温家的门第是配得上许家的，宫里的官察可不是随便一个茶商都能攻的。温家生意做得极好，富甲一方，且在京中有靠山，更不说教养出来的女儿容貌出众，知书达理。没人说尽了好话，温老爷亲自登门去见许老先生，礼数做足了，许老先生为孙子应下了这门亲。许廷怀的母亲虽有不悦，但许老和许廷怀本人都没意见，他也只得接受这个儿媳了。说来也挺搞笑，安世子抛弃有婚约的温清，心心念念地想着陈如月，陈如月看上的许廷怀却娶了温清。我总觉得温老爷这番操作绝了，给女儿找回了场子。但他一定想不到，出嫁当时女儿上了花轿，行至半路就吐血昏迷了。温清撑不住了，要死了。我未邀千年，从未插手过人类的生死，除了温清。我上了他的身，将他的魂魄封印在体内，残存了一口气。然后我成了温清，嫁给了许廷怀。一路敲锣打鼓，鞭炮齐鸣。大婚那晚，红烛摇曳，许廷怀挑了红盖头。我见他第一眼，突然明白了为何陈如月想嫁给他。19岁的少年，一身大红喜袍，眉眼漂亮干净，眸光齐亮，笑起来还有浅浅酒窝。更要命的是他左眼睑下那颗小红痣，白皙面上平添几分妖娆，生动鲜艳，俊美绝伦。纯情与艳丽的撞击在他身上展露无遗。许廷怀在我心里简直比那天际的月亮还要耀眼。喝了合卺酒，他脸上染了淡淡粉色，慢慢的靠近我，声音温润：娘子，天色不早了，书上说春宵一刻值千金。他探着身子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也明显的紧张，抿着唇，红着耳朵，伸出手想解我的衣服，然后被我随手一挥，昏睡在床上。长得这么好看，让我差点心痒难耐，把他吞进肚子。我为妖千年，从未有过吃人的念头，许廷怀是第一个。第二日清晨，他醒来看到床上白巾上的红，一瞬间脸红了，真诚地拉着我的手说：娘子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真是单纯如丝，很好哄骗的小白兔。许廷怀生性纯良，家风极好，他的人生一帆风顺，铺在圣贤书上，做文章策略。适龄后娶了相貌不错的姑娘，顺理成章地爱上，白头偕老。
他说，洞房花烛那晚，他是第一次离女孩子那么近，感受到周公之礼的美好。我怀疑他做了场春梦，真是罪过罪过。总之，他是个很好的孩子，让我这种老货动了恻隐之心，总想着如果温清身体无恙，该多好。新婚燕尔，他很喜欢缠着我，拉着我吟诗作画，赏花赏月，游湖泛舟，行风月雅事。我活了1000年，又有温清记忆中的才华辞藻，脱口就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，商君书的强国弱民，兴致来了也会讨论一番治国之策，评价始皇嬴政，对他焚书坑儒的做法发表一些个人见解。总之是将他唬得一愣一愣的，看着我目瞪口呆，眼睛越来越亮。每个男孩都曾相信过光，我无疑是他眼中的超人。许廷怀被我拿捏得死死的，我让他去西街买糖葫芦，他绝对不会买东街的。我要是半夜说想吃梅娘烧饼，他恨不能立刻穿上靴子去大街上敲人家的门。当然，我制止了他这种夜敲寡妇门的流氓行径。作为茶商之女，温清出嫁时的嫁妆足足有80台，更别提那些数不清的地气茶楼、商铺庄子。尽管如此，许廷怀还是第一时间把他的小金库给了我，数上一数，也是颇为富裕的。但以我这种富婆身份，定然是瞧不上眼，不肯要的。谁知他像只乖巧的小奶狗，将下巴抵在我脖梗，闷声说：“可是把钱给娘子花，不是应该的吗？”我于是装出一副愉悦的样子，收了钱匣子。他笑得灿烂，趁我不备，在我脸上吧唧一口。无所谓，反正亲的是温清，不是我。温清与许廷怀的婚事，最高兴的莫过于温老爷一家。真如那方士所说，温小姐嫁了个文曲星，身体奇异般的大好了，连带着一直对这桩婚事有微词的许母，脸色也好看许多，盼着温清早日为他们家绵延子嗣。说到许母，我为了巴结奉承她，真是什么好东西都往她那儿送。茶叶是雪顶寒翠，镯子是上好的祖母绿，送过去的燕窝不是血燕就是黄燕。过去在鬼城丰都，崔府君都亲口承认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，更何况是人呢？总之，许母面上看不出什么，但每次见了我也会和气很多。而许廷怀几乎是与我形影不离。好在后来负荆庭试在即，应他爷爷的要求，他搬去了书院，与一众学子刻苦钻研。如此一来，我松了口气。天晓得他每晚缠着我，像只开了荤的小狼狗，竟想做些羞羞的事，让我极其头痛。许廷怀的夜晚一直活在我为他编织的幻境之中，幻境里有他的娘子亲亲，浓情蜜意，共赴巫山云雨。搬去书院之后，最开始他好几日回来一次，因此被我训诫过。京师会试在即，别的学子埋头苦读，1个月都不曾踏入家门，偏他沉不住气，隔几天就想回来。我对他道：“相公此时正该用功，整日往家里跑，母亲会不高兴的。”当然不高兴了，回来了就往我屋里钻，也不曾去看过他老娘，典型的娶了媳妇忘了娘。许廷怀怕我为难，后来果真把心思用在了读书上，回家的次数渐少。而我终于有机会在阳春湖畔见到了陈如月。林间亭台，我送上了门，他挑眉道：“温清，你怎么还没死呢？”是了，人人皆知温清体弱，但他这份当面咒诅也是够恶毒了。如若是真的温清，恐怕又会被他气得吐血，一病不起了。但我毫不在意，笑嘻嘻地对了他几句：“我和我相公夫妻恩爱，一对鸳鸯，怎么能死呢？你又没嫁人，怎知我如今的圆满？所以要死你死，赶紧去吧。”争执几句，我半分不让。他掏出一把匕首，将我捅成了马蜂窝，然后当着他的面，我瞪大眼睛倒在了血泊里。一不做二不休，陈如月勾起嘴角，竟然一点也不慌，费力将我拖到了林子里的一口水井边，翻身推了进去。扑通的水花响起，他和丫鬟一起搬起大石头盖住了那口井。我在底下拖着腮，漆黑之中浮现出妖体，眼珠子滴溜溜地转，被他这骚操作整懵逼了。温清是个人呐，他杀起来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心理素质可真好。想来是认定了自己手段干净利索，没人能怀疑到他。又或者说，他压根不怕，即便有人怀疑到他，以他的家世和背景，也奈何不得。忘了说一句，甘州协陵有一个妹妹，在京中做了贵妃，深得皇帝宠爱。那位陈贵妃，正是陈如月的亲姑姑。众所周知，陈如月曾经说了句极其嚣张的话：“我这辈子要么入宫做皇妃，要么嫁给许廷怀，就这2条路。”入宫做皇妃的意思，倒不是要嫁给他的皇帝姑父，而是要从诸多皇子中挑选一位做皇室的媳妇儿。我觉得这定然也是陈贵妃的意思，否则陈如月不会无缘无故生出这种想法。至于我那小相公许廷怀，他也不见得真心喜欢，无非是第一眼惊为天人，春心萌动，又觉得他前途无量，这才看上了。许家没有娶她，而是娶了温清，倒是令他心生嫉恨，不惜将温清给害了。我不禁感慨，温清的命可真是坎坷。那日，我蹼壮的四肢攀着井壁，在漆黑的环境下往上爬，顶开了那块大石头。刚一上去，就看到了哭哭啼啼四处寻我的婢女。乍一看到我湿漉漉的从井里爬了出来，将她吓晕了过去。没办法，那时我呈现的是妖体，白发白脸，死气沉沉的眼珠子滴溜溜的转。后来还是我恢复了温清的模样，将这不惊吓的婢女背回了许家。
然后我开始了漫长的在陈如月身边诈尸的行为艺术。比如，在他异常奇怪为何许家还没发现温清失踪的时候，我拉着刚巧回家的许廷怀一同去集市上逛了一圈。还比如，在他纠结我为何没死，青天白日见鬼了的时候，我又深更半夜披头散发倒挂在他床帐上。后来陈如月出宫的时候，给他递草纸的是一截被泡得肿胀发白的手。他半夜做噩梦，被窝里趴着浑身湿哒哒的温清，还直勾勾地盯着他，诡异一笑。陈如月疯了。在他疯了有半个月的时候，他的舔狗安世子找到了我。当时我正在温家的茶楼喝茶，要的是一个雅间。安重松推门而入，赶走了我身边的婢女，忍气吞声地坐在我面前，开口便是：“连江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我斜睨了他一眼，好好跟我说话。安重松泄了气，模样有些颓废：“柱子，求你放过如月，再这样下去，他离死不远了。”他可不像胆子这么小的人，他连人都敢杀。我小啜一口茶，漫不经心道：“我为妖千年，从没见过如此狠毒心肠的女子，自然是要给她点小小教训的。”你那叫给她点小小教训？你是想要她的命？对，我自然是要她的命，至于原因，你知道的。安重松不说话了，一双眼珠子活络地盯着我，阴森冰冷。我猛地拍了下桌子，桌上茶杯腾起，落在我手上，然后砸向了他的脸。披了张人皮而已，竟真把自己当个人了，再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。茶杯砸在他的脸上，溅出了茶水。披着湿囊的山魈目露凶光，不动声色地舔了下长长的舌头，鲜红滚热，声音也从之前正经的男腔恢复了嘶哑刺耳：“珠子，我有资格跟你谈判，你也知道你如今奈何不了我，何必逞威风？”他说的对，若真打起来，我没有几分胜算。这倒是稀奇，一个普通的山中精怪，历经了商朝的牧野之战，又被镇压在湿水河千年，逃窜出印都时，也仅是个妖力弱小的枭，躲进了深山老林，千年不曾露面。我甚至想过，如果最终寻不到这只山魈，只当他陨灭了也未尝不可。毕竟他真的毫不起眼，所谓的作乱，皆是身不由己。逃出之后，也仅是归隐了山林，历经风霜洗礼，最终也只是化骨成普通生物而已。但后来不一样了，不知他经历了什么，在出现时妖力大增，竟不在我之下。能暗戳戳地修炼成如此境界，是件很可怕的事。但凡是妖，皆有邪性，正因我也是妖，更知这邪性压制起来有多不容易。我不信他没有害过人，我甚至坚信他有如今的妖力，定是闯下过弥天的罪恶。虽然我没有证据，而我之所以来赣州，正是寻到了他的气息，一路至此。好在他如今并非完全没有弱点。我冷笑一声，谁说我奈何不了你？陈如月的命捏在我手里。没错，很可笑，这只枭是个情种。提到陈如月，他的嚣张气焰果然湮灭，长舌缩回，眼珠子也不再滚动，老老实实恢复了人的模样。他说，即便你拿如月作为要挟，我也不会进意要策的。当然，凡事皆有取舍，陈如月很重要，但还没有重要到让他束手就擒。我勾起嘴角，作为谈判筹码，他总要有些价值的。如果什么价值都没有，这种蛇蝎美人也不必留着了。山魈沉默了下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很简单，跟我讲一讲你都经历了什么。在我看来简单的事，竟让山魈又沉默了下，看出他的犹豫和迟疑，我一掌将桌上的茶壶拍得粉碎。今天晚上，陈如月就是这只茶壶，他的瞳孔在收缩、聚焦又涣散，最终败下阵来。我说，作为交换条件，你要答应我再也不许伤害如月。我盘算了下，道：好，我答应了，你也莫要跟我耍花招，你骗不了我的。当然，慕容昭的徒弟，我怎么敢耍花招？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艰难的开口：是九鼎。我找到了九鼎。山魈一开口，我心里一颤。大禹时期的华夏至尊神器，连我师父和申柳公都未曾有幸见过，一只山魈，凭什么？传闻中沉入泗水的九鼎，在山魈口中莫名地出现在了崤山。作为山中精怪，魈的感官十分敏锐，乍一看到出现在深山老林的九鼎，还不敢置信。他用了很长时间才确认，那被枯叶枯藤缠绕、蒙了灰、生了铜锈的9个鼎，就是夏王朝的九鼎。他用舌头撕舔，用耳朵倾听，最后转着幽深的眼珠，一个一个的看，一个个的找，终于在其中一只鼎上找到了他的画像。山魈的眼睛充满了不可思议、兴奋、紧张、怪叫。斜于上下已成天修的华夏至尊神器，竟然出现在了他眼前。他将九鼎视为无上至宝，吸引了众多志同道合的精灵鬼魅，大家围着九鼎转，自此不肯离开崤山。山魈说，一开始我们想的是重新开启九鼎，回到初时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的状态，妖与人泾渭分明，最好再也不要往来。可惜他们失望了，九鼎已无当初的神力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世间沧海桑田，朝代变更，围着九鼎转的妖魅，要么失望离开，要么寿命到了尽头，陨灭山间。最后只剩下孤零零的魈，望着山岳，独守九鼎。从没有一只妖有他这般的执着。深山老林，
青苔洞口，梧桐树下，他躺在九鼎之上，长长的舌头如蛇信一般缠绕着他的顶，寸步不让。山月不知心底事，水风空落眼前花，千万愁，愁在天涯，也愁在这只迷恋九鼎的可怜山魈。他守了1000年，九鼎残存的神力，乘日月精华洗礼，阴差阳错被他吸食殆尽。直到九鼎真的成了一堆废铜，山魈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精怪。我诧异于这一切的发生，又很庆幸山魈如今的妖力是九鼎所致。好在他不曾为非作歹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孽，至少真正的安郡王世子安重松死于他手。但山魈不这么认为，他说他在追求他的爱情。笑不活了，一只山魈竟然也有爱情。山魈说，陈家调令赣州任职协领时，陈如月才7岁，举家赶路，途经洛邑山林，山魈看到了7岁的小女孩。那年他哭哭啼啼，不肯离开从小生长的京城，被大人硬带上马车前往赣州。陈如月哭了一路，山魈跟了他一路。他的爱情来得莫名其妙，也很可笑。他说他很寂寞，山里1000年，除了风吹树动，草丛沙沙作响，再没有任何动静。他第一次见到这么爱哭的人类小女孩，白皮肤，大眼睛，委屈流泪，像泄了洪的泉水。哭声震惊了他，他呆呆地看着，寂寞1000年的心突然热闹起来。后来他离开山林，一路追随陈如月来到赣州。一开始只是躲在暗处，屋顶上，房梁上，蜷缩着身子，静静地观察他。直到陈如月14岁，家里在商量他及笄后的婚事，山魈眯着眼睛，抬起了头。赣州最有权势的人家，大概便是安郡王府了。他离开陈大人家，悄无声息地去了安郡王府。沉迷美色、纵情放浪的安世子安重松被他上了身，不复存在。山魈说，诸子，我无意与你为敌，我只想好好活着。你虽然也是妖，究其根本与我们不同，你不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思考处境，你是印度人，眼里只有一妖策，我不会信你的话。是的，他不信一妖策，也不信印度的任何人，我也无法令他相信。但我还是说，纵然立场不同，收你入册却是我的责任。我放过陈如月，并不意味着会放过你。山魈皱了眉头，他自然也是忌惮着我的，否则不会躲着我，直到我找上了陈如月，才不得已与我碰面。他又与我做了个交易。人世匆匆，时间不过是转瞬即逝。他说，我们休战，你如今也嫁了人，我也有喜欢的女子，她们存活的时间有限，短短几十年而已，不妨等她们死后入了轮回，再来算一算我们之间的夙愿，如何？我笑了，你如今倒是会用词，什么叫夙愿？我与你有何夙愿？别整那些没用的，我来赣州可不是浪费时间的。我们这样的妖，最没用的就是时间，谈何浪费？他眸光平静地看着我，褐色的瞳仁泛着诡异的光，我不由得冷笑一声，跟我谈交易，你不够诚意。一只枭，即便成了精，蚕食九鼎神力，也不过是只妖力大增的畜生。球齿会爱上村姑，因为它曾经是上古神兽；骆头是对人有情，因为他们本就是半人半妖的物种。我更不必说了，在成为妖之前，我首先是人。山魈撒了谎，一个精怪，莫名其妙地动了情根，懂了爱，甚至收敛邪性，无条件地为陈如月付出。这些种种根本不是一个纯种的畜生做得出来的。我盯着他，首先我要知道，跟我谈交易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山魈先是一愣，接着哈哈大笑，眼睛危险地连起，长而黏腻的舌头在嘴里撕舔。我真的很讨厌你们印度的人，阴险狡诈，什么都要刨根究底的管，什么都瞒不过。你说我们不是宿敌是什么呢？山魈眯着眼睛，回忆起了往事。诸子，告诉你一个秘密吧，你知道九鼎为何会出现在崤山吗？我看着他，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，为何？是申州寻来了九鼎，放在了崤山，为的是有朝一日摧毁印度。隔了1000多年，当年那桩倾覆印都的惨事又被遥遥提起。山魈笑得古怪，你很自责吧？当年为了救钟离公主，触怒失水河，引发祸乱，导致印都被毁。连江，现在你不用自责了，因为你的所作所为皆在申州算计之内。若那日你没有冲动上前，印都一样会灭城，而且下场更惨，绝不会有人生还。我声音冷了下来，你什么意思？妖魔两界尊申州为我们的神，他手里有九鼎，一切都在计划之内。若当时你没有开启失水河的封印，他会在之后祭出九鼎，直接将整个印都夷为平地，屠灭殆尽。申州他从不做没把握的事，九鼎是他的第2步计划，他们该感谢你开启了封印，否则印都逃不过第2场浩劫。当年远在大秦，我曾问过柳公，申州何故如此？没人知道答案。慕容昭以形神俱灭的代价斩杀申州，也不曾问过他。结果隔了1000年，我竟然在一只枭的嘴里知道了答案。山魈说，申州是神，在妖魔两界皆不是秘密。连江你也是妖，可惜你永远不会知道，妖界不会有人告诉你，申州在我们心里是怎样的存在。你们眼中十恶不赦的恶人，是我们心中顶天立地的神。纵然他败了，妖魔两界永远不会有人忘记他。我们的神曾经不惜一切代价，义无反顾地领着我们走向光明之路。
后人只知申州是神，导致天雷咒没有引出雷神之怒，开启了湿水河封印。只有妖魔两界知道，我们的神是如何于万里长空搅弄风云，对抗雷霆之火，斩杀龙身人头的雷公。凭什么？同样是大地之子，神仙琼楼玉宇，人间鸟语花香，连鬼都有风都地府收留，我们妖呢？魔呢？凭什么我们要东躲西藏，封印湿水河内，赶去深山老林，永远在阴暗中滋生？九鼎划分是大地之母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处栖身之所，可是人呢？蚩尤逐鹿，武王伐纣，将我们当作奴隶和畜生驱使，让我们自相残杀，利用完了，还要将我们镇压在湿水河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你看，纷争过后，天上的神仙依旧琼楼玉宇，人间还是鸟语花香，我们呢？人间只有一个坠入魔道的申州，想要打破这枷锁，颠覆一切，摧毁印都，摧毁湿水河，解救我们能力强悍的同类，一同冲破这青天，踏平四海。申州败了，但他曾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我们永远尊他为神。